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宇。去年录完节目之后啊，我确实变化还挺多的。现在已经开始有亲戚找我办事儿了。我上个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，跟我说：“翔宇，你表哥被抓了。”我一问，说是因为我哥开店不小心收了一笔诈骗的赃款，要配合调查，现在被抓到了上海，联系不上。然后问我说：“翔宇，你看能不能找个人去看守所把你哥弄出来？”我听完直接懵了，我上哪儿找人去？我在上海认识的全是脱口秀演员，屁用没有，只会幽默。我要是问他们，你们有什么路子能去看守所吗？说咋的？你想去看守所演出啊？那你去不了，那里明星太多了，你咖位不够。我实在不知道咋办，我就寻思帮我哥找个律师，但你也不知道上哪儿找，就打开了大众点评。哎，大众点评真的有很多律所，但那些好评你也不敢信，就跟饭店一样，很多好评一看就是刷的，说这家律所位置好找，不用排队，判的死刑立即就执行了。而且选择一多吧，你就会想找一个最划算的。我最后给我哥精挑细选了一家4.7分的律师事务所，团了一个3.9块的刑事辩护套餐。现在想想真的荒谬，穷病乱投医呀！3.9块的刑事辩护律师能干嘛呀？法官说无期，律师说行。我哥在那儿，我到底犯什么罪了？贫穷。后来我哥当晚就放出来了，但这个事儿对我冲击特别大。就是我本来以为我能不用搞关系、找人情，靠自己就能生活下去，但其实我靠的就是啥事儿上网搜。你说亲戚问我，翔宇，你在上海有人吗？我说我有人工智能，有问题找夸克。夸克 AI 超级框，啥都能回答，就是搜商高。亲戚说：“翔宇，你要不先搜搜怎么提高情商吧？”其实从上大学开始，家里亲戚就会说：“你出门在外，以后工作要靠人脉的，要多和那些比你厉害的人来往。但是比我厉害的人凭啥跟我来往？不都说人脉的本质是资源置换？人图我啥资源啊？图我网盘资源。”我直接给爱奇艺 CEO 发私信，我有影视资源要跟你置换，我拉你进资源群，你让我进娱乐圈，感兴趣出来吃个饭，我还有海底捞大学生优惠。哎，但是我现在能意识到吧，有些事儿你只靠自己确实很难办。我去年刚来上海的时候看过一次病。就我脚这里烫伤一块，然后一直化脓不好，你上网查贼吓人，是会发烂发臭，然后截肢。但是有烫伤科的医院呢又特别少，我一看号至少要等1个礼拜，我说那不用看了，直接截肢吧。喜剧之王单脚记。然后我找了半天，发现唯一能挂到的就只有那个特需门诊。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排队了，但是同样的医生，你直接挂50，特需门诊1000。我说，哎，这怎么医院还有迪士尼速通卡呢？我要不还是排队吧。我就发现人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，你哪怕是看病，也会下意识考虑性价比，就真的要钱不要命。身体的事儿不着急，啊，不就是排队排到死吗？至少能玩上1个项目吧，啊，飞越太平间。然后我就问我上海的朋友说怎么看病能更方便一点，他们就跟我说那就找人呗，啊，我不用排队，我哥是肿瘤医生。我说那你天天得肿瘤？他说不是，我哥会带我去其他科室再找人，那医院也是小社会，能关照的地方肯定会优先亲友嘛。为啥是亲友优先呀？不应该是 IC 优先吗？以前也没人教我这些呀，我只知道学医救不了中国人。
不知道学医能救自己人呢。难道医学生宣誓仪式的时候问咱们为什么献身医学？为家人谋福利。哎，我说实话，我也不怕你们笑话，就是我以前觉得我不想搞关系，是因为从哲学上讲啊，就是人想要公平，那我自己也得先做到吧。那这样我就算过得再差，但我至少是个好人吧。但我现在觉得，这不就是精神胜利法吗？就啥都没有，但是贼有态度。因为你现在想要过得好，你要么就有关系，要么就有钱。但我就是两样都没有，空有一身正气，但是嘴硬，我没钱，也没关系，都没事儿。好人一生平安。谢谢你们，我是翔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于翔宇。我是去年大学毕业的，我大学专业学的是哲学，然后节目组就说，那这期主题你可以刚好聊一下哲学专业毕业之后的工作方向。这咋聊呀？就是没有工作。我毕业的时候，我辅导员还劝我乐观一点，说翔宇，你暂时找不到工作这个事儿呢，它也有好处，你就可以刚好保留应届生干净的身份。我光有这个身份有啥用呀？同学聚会，人家说啊，我现在在大厂上班，五险一金顶哥。我说那怎么了？我可是应届生。你已经跟资本同流合污了，我还是清清白白。有些人活着他已经死了，而我就算饿死，我也是应届生。我墓志铭上就写于翔宇，他的一生是应届的一生，没给资本出过一分力。因为我这个专业确实没有什么对口的工作，我就提前干过很多兼职跟实习。我一开始也干过补习老师，教小升初1对1，所以来上课都是些什么家里开公司的或者拆2代的有钱小孩，搞得我就没有任何立场劝他们好好学习。小时候我老师跟我说的是咱好好学习，考好大学，找好工作，过好的生活。但这帮小孩他已经有好的生活了，搞得我每次骂他们我都很心虚。我说你现在不好好学习，那长大以后可就只能出国留学了。你难道希望跟你同学一样，就当一辈子普普通通的房东吗？我求求你了，你就当是为了我学，你让老师挣2个钱儿吧。老师不花，都给你攒着，以后租你们家房子。后来补习老师这条赛道就没了嘛。然后又去了一个互联网大厂实习，那种大厂嘛，就是经常干到1、2点，也没有加班费。我说领导这么干我实在受不了了。领导说这怎么了？这很正常啊。翔宇，你学哲学的呀，存在即合理啊。当时给我哲学世界干崩塌了。我学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件事的存在，它都不合法，但就合理啊。我都有点后悔读哲学了，我就应该学法学，什么他人即地狱，我想送他进监狱。哎呀，但是我也就是嘴上说说啊，就是完全没活干的时候又会着急上火，还好有京东念慈庵鸡热清帮我降火，6大天然草本成分，像应届生一样干净。因为我毕业的时候真的是一个 offer 都没拿到，我以前上学的时候还想着什么整顿职场，我甚至想过用《资本论》整顿职场，说没有人可以拿走我的剩余价值。一毕业发现真没人拿，就我的剩余价值不会年年有余吧？而且如果完全没人用我的话，我这个都不能叫剩余价值。一道菜如果有人吃了，剩下的厨余垃圾都可以勉强叫做剩余价值。而我这种应届生，就相当于那种没有开封的5仁月饼，包装精美，原料干净，日期新鲜，但就是没人动，而且还是会每年新生产出来一批拿来送给老板。老板说：“哎呀，饼太多了，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。”
现在真的是想卖点力气都难。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，今年还有很多公司直接撕应届生 offer， 就是春招秋招给应届生发了 offer， 临入职了毁约，说这个岗位没有了，你去找别的活吧。我就这么纯耽误人嘛？你这个点让人上哪儿找活去？我觉得这个事儿的恶心程度就相当于，比如说今年年初，爱奇艺就定了我可以来录节目，快开录了跟我说啊，我们这边选手已经满了。我说那我咋办？我为了来这儿，我把别的活都推了，我连春招我都没去。你说现在让我干啥呀？你干点啥不都可以吗？你年纪轻轻的一身力气，要不你就去种地吧，少年。快走吧，快走吧！错过了春招，别再错过秋收了。这事儿给那帮大学生都逼疯了，突然没活干了，也找不到工作，都开始在评论区找工作了。就哪个撕 offer 的帖子最火，就在下面留言，说求捞，墩墩，走过路过的好心人，有工作踢踢我。还有个 HR 在下面着补，说这个公司虽然撕了你们的 offer， 但至少给你们保留了应届生的身份。哎呦，您可真是个大善人。我可得感谢你，只是玩弄了我的感情，没有真的玷污我啊！这公司不要脸的地方就是裁员撕 offer， 只要给了点赔偿金就都合法，但你还是会本能的觉得不合理。大家想要的就是个确定感，你上学、上班，人生慢慢走向正轨。现在就是会有人突然把你正轨毁了，然后跟你说，哎，那你现在自由了。你的人生不是轨道，是旷野，那才是你牛马该去的地方。我就看着那帮同学蹲在那儿找工作呀，我都想说，要不实在不行就都来干脱口秀吧。我们这边今年2家大厂都在扩招，既然在哪儿都被当作笑话，那咱至少可以 stand up。谢谢你们，我叫于翔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于翔宇。我大学真的是学哲学的，然后很多朋友其实不太知道这个专业学啥，然后很多人就拿我当心理学用，让我开导他们的人生问题。经常就是在一些饭局，就是一堆中年大哥聊他们那些怀才不遇的破事儿，聊着聊着突然问我说：“翔宇，我怀才不遇这个事儿在哲学上该怎么解决？”我哪知道？哎，大哥，你真的要从哲学的角度看，那你得先抓住这个问题的本质，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没有才华？你从来就没有孕育过才华，那你就不是怀才不遇，你就是不孕不育。但这种饭局我不想去，我又不知道怎么拒绝。人家发微信问我说：“翔宇，明天一起出来吃个饭呢？”我一边在脑子里骂他，一边手上给他回：“好的哥，明天见。”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：“于翔宇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这样是典型的内耗，你得学着减少内耗。”我一开始不知道啥叫内耗，我就上网看了一些心理博主，看完之后真的开始内耗了。我在那个博主的主页刷了半天，内耗一点都没减少，并越看越多呀。看之前我只是一个普通青年，看完以后我现在是一个配得感缺失，没有钝感力，边界感过强，但又习惯性讨好别人，活在原生家庭阴影里的回避型依恋。之所以说的这么详细，是因为我有完美主义。这个段子但凡有一个人不笑，我就会立马开始怪罪自己，因为我还是个高敏感人。就他们这个诊断方式，你别说是我了，我觉得就算是现代心理治疗的开创者弗洛伊德去刷小红书，他也得有病。弗洛伊德刷完之后恍然大悟说：“哦，我原来不是个欧洲人，我是个东亚小孩啊！”而且这帮心理博主吧，到最后就经常把你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你原生家庭有问题。我觉得这个理由也太大了。你说我不会拒绝别人，是我爸妈的问题。哎，是不是就是因为当初我妈不好意思拒绝我爸？啊，而我觉得他说我原生家庭有问题啊，这个表述它本身就有点问题，它就是个陷阱题。
因为原生家庭本身它就是不是一个好词儿，人家家庭幸福的人就不叫原生家庭，人家就叫家。你没有见过谁跟你说哦，我这个工作是我原生家庭托关系帮我找的，最近买房了，原生家庭出的首付。我爸妈说了，在外面累了就常回原生家庭看看，常回原生家庭看看，回原生家庭看看。我知道我唱的不好听啊，但我爸妈声音也不好听，这就是我的家庭原声。而且我觉得，就算真的是原生家庭的问题，我也很难解决，因为他那个理论说的是，你成年以后的很多问题都是小时候父母造成的，但是意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事儿已经过去了，来不及解决了。小孩身处其中的时候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的，没有哪个小孩能做到一边被打，一边理性分析，一巴掌打过来啊，我原生家庭有问题啊。所以我现在就算看完这些心理学知识之后，我也完全解决不了我自己的问题。我唯一能用到的地方就是我能看出谁有问题。所以我现在在高铁上看到那种小孩在跑来跑去、大吵大闹、外放视频，父母在旁边玩手机，完全不管他那种小孩，我都不会讨厌他，我只会觉得孩子，你这辈子完了，你原生家庭有问题，跑吧，跑向你不幸的一生。别看你现在这么活泼，长大会抑郁的，还有心思看汪汪队立大功呢。抓紧看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吧。所以我是完全解决不了我自己的问题，因为你说到底啊，我爸妈不也是东亚小孩吗？所以我做不到什么事就只怪他们，我没有什么解决方案，我只能祝大家尽量少一点抽象的焦虑，没事能常回原生家庭看看。谢谢你们，我叫于翔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于翔宇。我是去年刚刚大学毕业的，我这个大学专业学的是哲学。大家一般听到那个反应就是哇，那就是有文化没工作。这个我读哲学确实是不太好找工作，而且我身边有些朋友还会调侃我，说找不到工作怎么了？你们学哲学的人不是都很通透吗？你虽然找不到工作，但是你可以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啊。我咋辩证啊？说实话，我真的一点都不通透，因为我学完哲学吧，跟大家学任何专业一样，还是要出来找工作打工的。我发现现实生活跟我学的不一样的时候，我只会更加矛盾。我那时候找工作的时候，我上午还在上课，我学那个《资本论》，什么资本会无情的压榨你，剥削你的剩余价值，资本来到世间，从头到脚都流着血跟肮脏的东西。我下午去面试的时候往那儿一坐，我可以加班。什么亚里士多德呀，多劳才能多得。我去年经济压力真的还挺大，因为我刚毕业确实找不着工作，然后想干脱口秀，脱口秀行情又不太好，那是不太好。而且当时我对象也被裁员了，就半年多完全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不知道干啥好。我最后都想着破罐子破摔了，我说这样吧，我决定了，咱俩就去开网约车吧。他说好主意啊，就差一辆车了。我研究过了，咱俩可以先租个车，等赚了钱再买就行。他说先租车再买车，你没看过《骆驼祥子》吗？于翔宇，你要租车你就完了，你就一直给人干吧，你还叫什么翔宇啊？你就叫祥子。我这个人我真的很矛盾，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导师跟我们说啊，这个咱们学哲学啊，不是为了赚钱买房买车，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精神世界。但我做不到。我去年压力最大的时候，就想着回学校跟我老师聊一聊。我当时回了趟学校，我在办公室门口就听到我导师在跟其他教授讨论问题，俩人在聊买学区房。我当时整个人崩溃了。
那就是压倒骆驼祥子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我说老师，你也这么现实的吗？你上课教我的可都是形而上学，背地里偷偷研究小孩上学。我崩完之后发现，其实我就是很羡慕我老师，他有这个物质基础。你很多伟大的哲学家也是这样，你像什么叔本华，悲观主义哲学的代表，但他自己是个富二代。叔本华的生平是这么写的：自幼喜好哲学，11岁学习宗教学，15岁研读伏尔泰和卢梭，19岁研读古希腊哲学，21岁继承父亲遗产。我课程表上没有这门课，我21岁还在那看什么是自由，什么积极自由、消极自由。叔本华啪给我一巴掌，财务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。我看完都觉得我看不懂叔本华的哲学是应该的，可能不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，就是单纯没有办法跟有钱人共情。你看他写那些句子，什么意志决定命运。真的吗？我怎么觉得是遗产决定命运？还有什么不要拿健康换取身外之物？你叔本华是不用换呀，你拿你爸的健康换的。还有那句最经典的，人要抑制自己的欲望，因为人的欲望无法满足就会痛苦，满足了就会无聊。我想无聊。太想过无聊的生活了。我虽然现在是靠搞笑有趣吃饭，但你问我的梦想是什么？我想做一个无聊的人。有趣有什么用呀？你在我们这个行业，有趣的灵魂千篇一律，无聊的人生才是万里挑一呀。好想过上那种枯燥乏味的生活，住在陆家嘴的顶层豪宅，穿着一件真丝睡袍，端着一杯红酒望着窗外，没啥意思啊。我现在通透了，我觉得最基础的哲学问题我已经想通了。什么我是谁，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？我是祥子，我从那里来，想到那里去。谢谢我叫于翔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于翔宇。我是今年也是为了录节目，就直接搬来上海，但感觉还没挣钱呢，就开始花钱了。我得先找个房子，我是在那种平台租的，其实性价比稍微有点低。他们就跟我说的服务好，会给我配个管家。我租房还带个管家，就好像我骑共享单车还配个司机。感觉我是个落魄的贵族，一个人来到这大上海，没有家，但有个管家。老管家，帮我联系马总，把花呗套现，然后把房租交了。这套宅子我要定，少爷万万不可呀！这破房子他只是看着好，住着一点都不自如，不自如。我发现现在这些花钱的地方就很爱给你用一些很高端的词儿，显得我过得多好似的。你像支付宝也是，现在都不把你的钱叫钱，叫资产，叫你财富管理。我看着我的总资产3块7毛6，说完了，被几家电商巨头联合做空了。还好我还有不动产，我还有一片森林和一座庄园。哎呀，支付宝就天天劝我保护地球，我还为衣食住行操心呢，我哪有那个能力？你让我保护地球，不就相当于让蚂蚁保护森林？支付宝为了让你多用它，就把这个话说得太好听了，说你的日常生活都可以收集绿色能量，改善环境。不是，我也没有那么高尚吧？我只是为了省钱，被迫过得很环保。那我天天出门不打车，我挤地铁、骑自行车。就是为了以一己之力对抗全球变暖，每次累得要死的，哎，又为地球贡献1小时，真是能量满满的一天呐！我觉得用这些高端词儿就是在说些漂亮话，想让你多花钱，搞得现在用词儿就越来越大，有些都不讲道理了。
你像很多品牌代言，就除了代言人以外，现在还有品牌大使。大使，不是主权国家的代表吗？你这个品牌也太狂了吧！那你和别的品牌合作都不能叫联名了，你俩建交吧。品牌大使，你为了唬人，这个名头叫的也太大了吧！我上次听到这么取名的还是发型总监。很多奢侈品甚至有全球大使，你都能代表地球了。你是要跟外星人建交吗？你大使拿着你的衣服给三体人，三体人一看吊牌，这也太贵了，不要回答，不要回答，不要回答。我觉得代言奢侈品还算好的，更夸张的是，现在很多明星都开始代言生活用品了。我那天买纸巾都有代言人说明星同款厕纸，我当时就不想买。我觉得你明星代言赚的钱肯定都是溢价到这个产品上，让普通消费者来承担。我觉得你代言奢侈品可以，我也买不起。你代言厕纸，我是真的会买厕纸。你动到我的蛋糕了，你别哪天出了事儿就拿我擦屁股的钱给自己擦屁股。我觉得这个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应该少一点这种漂亮话，多关注一下人的具体需求。但现在经常就是为了表面漂亮，完全不管你实际需求。你像很多商场现在会宣传自己各种友好，修的贼漂亮，但就是不愿意在厕所门口写个男女，非要用个非常抽象的符号。男厕所就这样，女厕所这样。有时候乍一看都分不清，你哪怕画的真实一点呢？男厕所，你就画一个小人在那偷偷抽烟；女厕所，你就画一个普通的小人，后面排着67个小人。你商场为啥不能多修点女厕所？你这个现代文明社会能不能解决点实际需求？而且一部分人的需求被忽视，最终一定会影响到所有人。所以我说这个事儿也不是想显得我自己多高尚，只是它也会影响到我。那我跟女朋友一起出去逛街，如果她要排队等厕所，我就要在旁边等她。我有时候等没事儿干，我都想帮她排。我说你先去试衣服吧，我在这儿帮你排着。我愿意为了你做一个变态。我向前一小步，文明一大步。每次听到这些漂亮话，我就觉得你们有那个说话的功夫，不如多干点事儿。这个世界不需要语言来精装修，只需要少点宣传墙，多点卫生间。谢谢你们，我叫于翔宇。